家好，我是慧慈，欢迎来到林家药剂师频道。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也就是 Miss Rachel。Miss Rachel 是我们马来西亚社区药剂师工会总秘书，也是 Alive Pharmacy 的创办人。今天我们会聊一聊什么是社区药剂师，然后 Miss Rachel 的职业选择，然后她的创业故事，以及身为一个妈妈，她如何兼顾家庭与事业。如果你是正在考虑要读药剂系的学生，或者是你在考虑着要创业的药剂师，那这一集你一定要留意收看。好，首先，其实很多人对社区药剂师这个名词不是很了解，所以今天我们想请 Miss Rachel 来跟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社区药剂师。社区药剂师 I think everybody 都有去过community pharmacy， especially 在 COVID time 的时候，大家都对community pharmacy 都很了解啊，都有去过，希望。然后然后一定有，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买 test kit 啊 mask， 那个时候大家对 community pharmacy 可能会比较有了解 compared to 以前。在10多年前，当我才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有点 culture shock， 因为在英国的时候 community pharmacy 在英国是一个蛮高崇的职业。那个 status 啊，其实跟医生有一点点像，因为他们在那边要看医生是比较难的，打一个电话去 make appointment 看他们的GP 可能是2 weeks later， 所以有 anything right， 其实大众都是来找 pharmacist rather than 他们第一个想到生病是找 pharmacist， 不是找doctor。对。可是当我回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在2011年，我发觉到马来西亚其实 community pharmacist 这个行业，人家只是认为我们是高级的 sales girl， 有点 sad 啦。有点 sad 呀。其实跟在英国的那个情况差很远啊，差很多。其实是蛮 sad， 因为其实 community pharmacist right 是一个很专业的，你要讲我们非常非常的专业也不是，可是我们其实有 go through 4年的大学的大学的那个什么学习，然后你毕业了过后，你又要 go through 1年的 training，还要再 pass exam 在英国啦，你才能 qualify as a pharmacist 拿到你的 license。所以其实社区药剂师对 compared to 其他人知道的，可以讲它是一个在社区里 neighborhood 里面一个专业的人士，对药物还有保健品对 healthcare 的东西是比较了解，可是不代表我们100%，我们不可以replace any doctor。我们每次有些人会叫我们Doctor Gan， 我讲其实我不是 Doctor， 我是 Doctor 的朋友对，我就是这样子回答，因为有些人他们觉得去药剂拿药，我看药你应该是 Doctor， 不然你这么给我药。其实药剂师是对药非常的了解，比较了解。但医生是 diagnose 的人，然后药剂师是懂药比较多。然后他可以 even recommend 你这个 condition 应该是什么药，可是 to minimal 的 extent 啦。其实马来西亚很多人不是很了解啦，有一些为什么 pharmacist 药剂师是可以就是选择要给我们什么样的药？你可以大概讲一下嘛，就是那个类型。为什么要是就是它的 category 这样子。这样那个不同的 group A B C。这个是很大的 challenge。Actually 马来西亚的药物，每一个国家的那个药物的 category 那个 law 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在英国的话，很普通的伤风药还是咳嗽药是 OTC 来的，可是在马来西亚是属于 Group C。Group C 就是只有 pharmacist 才能够给的。without doctor 的 prescription 也可以给你，所以你伤风咳嗽，你去找 pharmacist 你是可以拿到药的。可是在英国，在其他国家，可能你在 over the counter， 好像消油站就已经买到了。然后有一些药其实是 under Group B， 就是 prescription only medicine。这些药物就比如血压高啊、胆固醇啊，比较严重的，需要为什么他们要 class differently？ 因为你需要医生的指示，医生 monitor 你过后，你才能够吃这些药，不是suka就吃啦。然后有很多人会不明白，尤其是 antibiotic 他们不明白，因为他平常去 clinic 的时候看医生，医生都是给他 antibiotic sore throat。为什么我不可以拿到同样的药？我们其实pharmacist 时常也是会被abuse 被 threaten 我其实有试过一个
customer， 因为我们不要给他 antibiotic，可是不是在我的手上啦，在一个 local pharmacist，他很生气的，他出去的时候把外面有一个铁丢在马路上面，然后弄到其他的车响，就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 antibiotic。其实如果在我的角度啦，我会跟他解释为什么今天你不应该吃这个 antibiotic。我们会 come from， 如果是我 handle 的话，我会 come from anger that antibiotic 的用处什么，你现在的 condition so true，其实 most of the time 90% of time 是 virus 不需要 antibiotic 的。对。这样简单的来讲啊，其实社区药剂师在我们的这个 neighborhood 里面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非常容易接触到的一个健康领域工作者。然后我们还有特殊的权利，可以在一些小病痛上面还可以配药给你们，这样子。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是可以过来社区药剂师，药剂行可以像一个小小的医生 for minor diagnosis， 来你的伤风咳嗽，你的皮肤敏感，为什么你突然间起粒粒，这些很 normal 的。可是当我们也是知道我们的职业操守，当我们知道是 beyond 我们的area 范围，我们一定会 refer 你去看医生。对。那么社区药剂师跟医院的药剂师最大的区别在哪里？社区药剂师跟医院的药剂师，其实他们的虽然我们在大学学的东西是一样，可是出来了过后，因为setting 的关系不一样。在医院的话，其实有inpatient 有 outpatient， 可能在 outpatient 就比较像community pharmacy， whereby 我们 interact with 大众比较直接，我们直接给 counseling directly to 大众。可是如果在 inpatient 的话，很多是医生看了病人，然后再给单在电脑或者是 manual 啦，然后在 inpatient 的 pharmacist 就会 prepare 那个药 check 那个药 whether OK 吗，然后才会dispense and then 派到病人的病床旁边。可是在社区药剂师就比较不一样的分别，就是我们有时候很像小小的 GP 这样。小小的 GP 的我们 have to do minor diagnosis 啊，就是比较小初步的诊断。好像你有伤风咳嗽，我们可以解决。可是如果你有任何很minor 的敏感，我们也是能够帮你解决。还是 eczema 那些比较 normal 的东西。然后比较严重的，我们就会 refer 去doctor 或者是 GP 或者是 specialist 啊。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分别，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是社区药剂师，我们懂差不多每一个 customer， 每一个家人，从他的公公婆婆到他们的孙，我们都认识。然后我们也知道他们的 family history，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 regular customers。如果是在 hospital setting， 可能 hospital pharmacist 因为病人的人数太多了，所以进出没有这样多的 personal human touch。可是，在 community 我们就需要记得我们全部的顾客的来龙去脉，全部东西有 family history 我们都要知道。所以在 community 是很多 human touch 啦。I think that's the main difference 啊。对，认同，就是你认识到完你的customer 的姨妈姑姐3个6婆。其实回到你个人的话，pharmacist 这个职业是需要长期投入的一个角色。当初你是为什么会想要成为一名药剂师？这个 story 有点 long 啦，因为在你Form 5毕业的时候 ，I think recently also SPM 刚刚出成绩，在你 SPM 的时候，你是需要选择你以后要读什么样的科目。在那个时候 SPM 的我真是不知道要读什么了，讲老实的然后是因为我的老师讲，你可以做药剂师啊，我的子女都是开药剂行的，然后每天5点就放工了，那个年代很轻松的，好那个年代，OK。所以其实我也是在 science stream 啦，所以那个老师是further maths 的老师，然后我就想OK 啦 ，let's try 咯，然后我就朝着这个想要做成药剂师的方向就去做the next step 就是读 A level 去读大学。当然为什么我会想要靠近医药的科系，是因为最终其实我是想要帮到人可是其实我有想过要读 Doctor Medicine，可是因为读 Doctor 5年，再加你实习，再加你要做到 Specialist 最少9年到10年的，所以当初
下一个就是 pharmacy， 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药剂师。你说你是去英国那边读的是吗？ 2+2 2+2 twinning。哇，那个学费应该那时候有一点 scholarship from 他们了，因为我们是 first batch。first batch 读 Nottingham pharmacy 的 Nottingham。Nottingham first batch set 那个 Malaysia 的branch 这样如果你是当初选择读 medic 有 scholarship 吗？那时候 Nottingham 那 Nottingham 没有 medicine 啦，那时候在 Malaysia local。没有。so it's also a part of the reason why。And then normally 人家A level 他们会 apply 很多 uni。可能因为我from 5就已经知道我要 become a pharmacist right， 我 only apply one uni 吧。你很知道很 focus 自己要做什么啦。这样成为一个 pharmacist 过后然后你又成为一个 community pharmacist，社区药剂师。因为我们知道读了 pharmacy 过后有很多出路，有医院的药剂师，有社区的药剂师，有那个制药厂 industrial 的药剂师，甚至 academic 就是你留在大学做教授也有。为什么你就偏偏选了社区药剂师？当然那个老师也是有影响到我，他讲5点可以关店哦。OK， 自己开药剂行，然后所以从一开始进去想要自己开自己的 community pharmacy，已经是我的一个 dream when我 go into become a pharmacist。And then 从我第2年开始，第2年在大学每一个 summer 的 break， 我们的学校大学都有帮我们找到 placement for 第2年第3年，然后第4年每一个 summer holiday 都是 placement，一直都是在 community pharmacy。可能再加上我的人是比较喜欢讲话的啦，所以跟人家互动要比较多，所以也不懂为什么啦，可能就是一直在 community pharmacy 里面。虽然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也是有 apply for hospital 的，在英国时候要进 hospital 没有这样简单，都到最后拿到的也是 community pharmacy。他不是说一定大家都会有机会到 hospital placement。没有你要自己 apply 很像一个 job， 这样你要去 interview 的。You have to grab the chance。And then 那时候刚好他 interview 的时间是 December，which I actually come back from Malaysia 啦，for holiday， 所以也没有去 attend 到那些 hospital 的 interview。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一直在 community pharmacy， 在almost every summer break 你都在 community pharmacy， 在 Boots pharmacy。OK， 那个 Boots pharmacy。这样就throughout the journey 就是一路下来你就都是在 community pharmacy。 从你一开始你心心念念我想要开药剂行，然后到每一个暑假你都有机会到药剂行实习，还在本地跟外国都有机会实习。都是在外国。都是在外国。因为第2年我们就去那边 placement 才进第3年。然后最后1年才回来这里。没有，最后1年我也是在那边做 PLP。你刚才讲2+2就是来我毕业了还在那边。我在那边拿 license。OK， 然后你在那边拿了 license 过后，你回来 Malaysia 再考考 forensic exam 咯。就那个药剂师要考的 law 那个法律，不容易考那个 exam。然后过后的时候，你一回来 Malaysia， 你也是进入 community pharmacy。不是，在那个时候马来西亚的 law 是一定要 serve government 嘛。所以我 serve 了1年，然后这样巧，那时候本来要 serve 3年的，因为政府改了一些政策，1年 serve 了就可以出来，所以我就马上的出来了。然后就马上创业吗？那个时候没有因为其实我在回来马来西亚的医院也是有 cultural shock 啦，因为我们在英国其实 patient care 是我们的 number 1 priority，可是回到马来西亚在医院，我并在10多年前啦，那些 hospital 的 pharmacist 不要骂我Disclaimer， 那时候我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在 hospital 里面啦，不是每一个人的有一些，可是我很难顶这样子的那个culture，所以可以出1年我就出来了。然后出来了过后是去一个community pharmacy 啦。So 你在医院实习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后悔申请成为一名药剂师？在医院的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没有这样子。可是在我毕业在 as a already graduate， 然后要做 pre-reg 的时候，就是 PLP 啦。有时候我会想，这么当初我应该其实要读 medicine， 因为我发觉到pharmacy 其实有它的 limitation。我 can help 一个 patient 的 extent until certain level 吧。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医生，我可以帮他更多一点啦。可是还是这句话讲出去，我觉得医生也是不会认同，因为有时候医生还是有他们的 limitation，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 condition、每一个生命都能够帮到啦。也是，就是当初你会觉得说，如果我有这样的知识、有这样的能力的话，为什么我不再向前一步，然后可以读医科这样子，这样我可以做的更多，不只是在药物上面的一个治疗，可能还可以给人家做手术治疗等等。But the good thing is， 我们真的是可以给人家很多 healthcare 的 information 啦。对。其实我觉得你在社区药剂行应该算是刚刚好了，因为这样讲如果是我这样想的话，我觉得第一就是你可以真的是接触到很多人，不只是生病的人，你还接触到健康的人。对，可以提倡那个 preventive care。其实很多人以为我不要去药剂行啦，我不要去药剂行，尤其是在华人新年呢。你看不到很少的华人要进那个药剂行，有这样的板凳？有这样的板凳，他们不敢去那个 community pharmacy， 因为他们怕等下生病一整年。其实我想要借此澄清，其实药剂行不是生病的人才去的，其实是很多来的人是健康的，因为现在的提倡是 preventive healthcare，就讲你 self care，and then 你顾你自己，你 prevent 你的那个 health deteriorate，不会有become更加严重，你保健，保障自己，对，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是健康的人来 pharmacy 其实多过生病的人啦，生病的人其实都去了医院。如果现在有年轻人甚至中学生有心想要成为一名社区药剂师的话，你可以分享一下那个心路历程吗？怎么一步一步成为社区药剂师？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啦，我一定会先问他，我先问他为什么你要读药剂这个药剂的科系。第一，你的目标，你的那个 passion 很重要，不要因为是你的父母要你读而你才去读，是你自己想要读你才去读。因为其实药剂系也不是很难，但是也不是很容易，所以从头开始讲起嘞。当然是 science stream 的学生，你就已经是要有，可以从 A level 开始，你通常都要一定要的是 chemistry 还有 mathematics， 然后第3科可以 biology 最好，可是有一些没有拿 biology 的学生，其实也是可以进到pharmacy 的这个 course。这样 A level 要拿这些科的话，这样高中的时候啊，就是 high school 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拿 science stream 相关的科？最好他们是 science stream 了，因为如果你从 art stream 要进去这个 ，I think 那个 school admin 也会让你重新考虑一下啦。对。因为有几个朋友其实是没有拿 biology 的，他们也是一样可以毕业啦。只要有志者事竟成。对，就是那个过程比较艰苦一点点。读完4年过后呢，不代表你马上就会变成一个药剂师，你还要 go through 1年的实习。这个实习是看你在什么国家，可能在马来西亚的话，你就可以在 hospital， 或者是在社区。现在社区也是开放，你也是可以在社区community pharmacy 做。像 Alive Pharmacy 其实也是有在招收着实习药剂师。我们叫做马来西亚叫做 PLP 啦，然后 provisionally registered pharmacist。所以你要 go through 1年 ，at the same time 你也是要考一个 forensic exam。会只讲现在第3年。对，但我读这大学的时候，我们是以前我们senior都是读完大学4年过后才安排考的，但是那个时候的那个 passing rate 真的是太低了。后来他们就申请说，各大学就申请说，直接把这个考 forensic exam， 就是这个药剂相关的法律放在大学第3年。那我就是应该是第2批在大学第3年考这个试的。我是觉得真的比较好，不过当然它也很挑战，因为它走的是 negative marking system。对。其实这个 negative marking system right is very important for pharmacists。其实从我们在大学考试的时候，不懂你们的是不是一样？我们考试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 negative marking 了。也是有，不过它的感觉没有比 fail forensic exam that's a reason for 这个 negative marking 啦。因为我们是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他们从我们在大学就已经 train 了，如果你不需要的东西，你不能够讲。所以如果有 customer or patient 问我们问题，从大学我们就被 train 了，你不需要的东西你不可以讲，因为我们今天是药剂师，我们讲出去，好像 golden advice 这样，人家真的会相信。
所以这个 negative marking 其实是好的。然后我要讲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 forensic exam 其实是 study for law，but 如果你在英国的话，那个4年过后那个 exam 其实也是很多人 fail 的，只有78%的 passing rate， 因为他又再重新的考过你 clinical pharmacy 关于药，还有 calculation 全部的 exam，所以他不是一毕业就肯定会变成 pharmacist 的，然后再加上law，如果你在有 part 1 part 2这样子，然后在澳洲的话，你就要做2000个小时的 practice， 就是实习生，然后再 pass 你的 exam，才能够变成一个 pharmacist。它的先后次序就不一样。马来西亚是你先pass 了那个 forensic exam，后来你大学顺利毕业过后，你再去政府批准的单位实习，然后你才成为一名合格的药剂师。那在UK 英国或者是在 Australia 情况都会不太一样。然后在你的过程其实都有一个 preceptor。叫什么 preceptor？ 你是说 PRP 的时候有一个 preceptor？ 有一个 preceptor 会就是有一个 senior 导师在 guide 你整个过程。不是每一次都会让你 pass 的，所以操守也是很重要了。对，职业操守。community pharmacist 就会有指定的一位 preceptor 的是吗？在 hospital 的话就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 rotation， 所以就不一样的 rotation， 你就不一样的老板做你的 preceptor。对，所以我觉得在 community pharmacy 才相当稳定一下的，就是同一个前辈从头引导你到尾，就是方方面面。这个整个实习的过程到底是学习什么呢？学习什么啊？哇，如果你是在 community pharmacy 的话，真的是学完 almost everything 啦，不只是customer 的 interaction，你的 knowledge，how 你 handle people，and at the same time actually 在 community pharmacy， 很多人以为我们就是这样子报吗？给药报吗？很简单报吗？好像一个花瓶其实不是这样子的。Behind the scene right， 其实 pharmacy 真的很忙，当他没有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停过，因为我们还要 source 药、找药，然后要 compare 药，然后我们还要 answer 一大堆的 WhatsApp enquiries for healthcare 的knowledge，他们会问你很多问题。其实 community pharmacist 真的有点像那个百科全书这样。其实我们也不是百科全书，可是社区的人都认为我们是百科全书。你是那个整个社区的point of information center。对 information center， 对。所以我们还要 manage 那个药 expiry， 然后整间店除了药，在外面还有其他的 healthcare supplement、OTC 的东西、first aid 的东西，全部东西都需要时间去做。还有，当我们是 community pharmacy， 我们还要做 marketing， 很多东西要做。account， 我们还要 meet suppliers， 一天我们见的顾客跟一天见的 suppliers， 可能是 supplier 可能一天也要见6到7个人。对，因为你不一样的药品来自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供应商，所以只是就是跟供应商去讨论都花很多时间。这个是 more for independent community pharmacy 啦。如果是 chain 如果是 chain 的话，每个 department 可能就有不同的人掌管。对，那 pharmacist 的工作就比较专注对。可是在independent community pharmacy 的话，就很像一个八爪鱼这样。你要顾完全部东西。还有一个，你还要 train 你的 staff。你还要 set SOP， 你还要 provide 你的 staff training。其他的 support staff 是吗？其他的 support staff、pharmacy assistant。不过这个部分应该是senior 的job scope， 应该实习中的药剂师没有去 handle 可是他们也是需要学这些东西在他们的 logbook 都有。OK， 他们 logbook 其实是有几个，你们是叫 rotation 吗？还是几个 section？ 几个 section 呢？好像我们 hospital 的有9个。几个 section 我也没有记得去 count 啦，反正有 counseling 他们一定要咯，收多少个 prescription 为他 compliant 咯，然后那些就是会不会 screen prescription 会不会 screen prescription， 就检查看医生开的药单有没有什么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需要打电话回去跟医生说，这个部分是这样子吗？还是那样子？需要修改。Pharmacist intervention，sometimes pharmacist maybe realize that 这个 patient have polypharmacy，means that 他可能一个同样的病人被 prescribe 了
2-3种一样的药，或者来自是不一样的地方的医生， Yeah 一个 hospital 一个 clinic，或者然后又是当我们收到政府又是 prescription，我们收到 antibiotic，我们一定会问 patient 你有没有 allergy to any medicine，然后这样巧，那个病人跟你讲他 allergy，可是 doctor 还是开这个药给他，我们就需要打电话回去给 doctor，你的 patient allergy to 这个药，你可以 change 吗？所以我们是守护门的，对，就是像那个足球的那个那个 goalkeeper 这样子，就是确保那个药到病人的手上之前是安全的是真的是他需要的，他需要的，然后是他可以安全的使用的。回到马来西亚之后，你成为了一名社区药剂师，那个时候你还是帮别人打工嘛？那过后你就什么样的因缘下创立了 Alive Pharmacy 这个品牌？其实我在开始 Alive Pharmacy 的时候，我其实才26岁罢了。哇，这样年轻！就是想回去有点很鲁莽的决定是吗？其实那时候我在帮一个community pharmacy 打工啦，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其实我最终是想要开一个自己想要的community pharmacy， 然后我在想，我才26岁哦，如果顾客还是 customer patient 知道我才26岁，他们会相信我吗？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考虑啦，然后我就想，我帮人家打工的时候，他们也是会相信我，这样为什么我set up我自己的，他们不会相信我嘞？然后这个决定真的是很难决定啊，因为那时候我就会问我自己一个比较生死观念的，我就问我自己，如果今天我被 diagnosed as having cancer，today 是我的 last day 了。OK， 怎么will I regret that？ 我后悔我们当初没有，因为我害怕而没有去做这个决定。就是因为害怕，所以我没有做这个决定。所以想 OK， 我可能会后悔，所以我就开始了这个旅程。哇！但其实那时候哦，真的是想回去有点，真的是我真的是很大胆的，因为其实我在英国加买实习全部可能2年多，回到马来西亚医院1年，然后出来社区药剂行3个月。其实经验没有非常的丰富 in terms of， 因为刚才我讲了 community pharmacy 你要做很多很多，你需要买货，你要 manage 很多很多东西。我一点这些经验 of run everything 都没有，我就这样某顿顿的出来 start 了。然后整个路程是非常的rocky 啦，没有不是什么平步青云，就是全部都是 hands on 去学啦。比较然后就很像自己在读那个 MBA 这样子哦。对因为你创业嘛。创业真的是，然后你要开一个 pharmacy， 你那个过程在你1个月的时候，你只有1个月的，你找到店了过后1个月的 render free， 所以你 have to done everything in 1 month without experience 然后你要 design， 你要 apply license， 你要拿到 pharmacy board 的那个 license A in order to 开一个 pharmacy。然后很多很多的过程，你还要买 shelf， 还要买货，见 supplier， 还要装修，然后全部你都要 plan 到 timing is well so that 你 don't waste any cents 啦。and then 这些是，当然我也是在1个月内就开出来了啦。很厉害耶。现在想回真的是有点 crazy。我也没有跟supplier 见面 negotiate 买货的经验。所以那时候店在装修，我就在 Kota Kuning 的 McDonald 还有 Old Town 一天 schedule 6到7个 sales rep，然后当然是有被骗的那个情况下，因为那个 sales rep 因为要拿 sales 嘛，所以就叫你买这个买那买这个买那个，然后到最后你买回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哇，我的 cost 这样贵的 customer 进来买的时候跟你讲，做你卖这个价钱，我才买什么价钱呢？他买的价钱是我的 cost。这样我讲做生意所以这些全部是买回来的经验啦。然后当然你需要 staff 嘛，你不可能是 one man show。当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你的店很近，你是 new 的，人家需要时间来 know about you。所以 staff 你需要重新 train， 然后那个 staff 的 turnover，there are many times 其实是完全没有 staff 的，我一个人做到完 everything。哇，一小气哦。因为staff 的 turnover when 你是一个 new shop is very fast 然后很多都是那时候是
SPM 的 delivers，然后他们在等着成绩，他们来做一个 part time 这样子。呀，他们成绩一放榜，他们就去。呀，那时候很多是18岁或者是 A level 等成绩的那些学生啊。呀。在那个时候的店面是现在的 HQ 的位置。对。OK， 所以就是大概多久啊？成立到现在？从2013年到现在13年咯，今年第13年呀。我还记得有一年在华人新年的时候哦，因为那时候是新嘛，我在初三就开了，然后一整天哦，我只是卖了1罐伤风药水，6块4。有一点太早开门了。呀，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在Kota Kemuning华人新年。他们真的是不来 pharmacy， 然后很多都是很近，整个套很近，每个人回去home到。OK， 我是第一次听啊，我不晓得其他区的各位朋友的。那个。那个是十多年前了，10多年前。像现在你新年过后你几时开啊？初几开？我初5还是初4才开。OK， 我觉得这样也 happy 啊。你不用给那么多的电水费，然后你的。那个staff 也很开心，放假多几天这样子。我觉得华人大家都明白了，包括说就算一般的菜市 shopping mall 也是可能会关这么多天。这样在整个创业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是有发生过什么事情让你觉得非常困难吗？一个很 difficult 的 period。就是 after 创业的时候。最 difficult 的 period 啊，是想要到那种放弃那种啊。对，就是来。这么多年嘛，是。其实我开第一间在 Kota Kemuning， 然后在2014年我就开了 Kelana Jaya， 那时候是大概。Kelana Jaya 也有啊。呀，其实现在有时候 Google 你找还会找到啦。我在2017年的时候就卖掉了，因为那时候是当我的 first baby 出来的时候。Then 我就 realize that there's a challenge， 我不可以 handle。Then 我就下定决心的把它卖掉。可是我还是留着 first baby Kota Kemuning。这样你的Rimbayu 是第几间呢？它属于算第3间的。第3间。然后还Setia Alam第4间。第4间 ，OK， 这样现在算是已经是上了轨道了。每一间都有 pharmacist。对。可以 manage。每一间的 pharmacist 那个 PIC 其实都是曾经在 Alive Pharmacy 做 PLP 的。所以他们从一路他们毕业过后都是在 Alive Pharmacy 被 train 了过后，懂这整个那个流程，还有那个vision and alignment 是 same 的。因为你请新的药剂师，可能他从别的 background 来，又有不一样的 training background。对。好像Ivan 也是有说，他一毕业出来，他就想说他本来就想要进社区药剂行工作，这样为什么不干脆直接进来社区药剂行实习，是吗？刚好赶上了那个年代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药剂师的实习在2016年之前，大家都是像医生这样的，一定要到政府医院实习，只有一个地方实习。但是2016年过后，就是我 senior 那一 batch，2016年12月开始，我们就有所谓的 contract pharmacist 制度，然后同时政府也开放说pharmacist 药剂师可以除了到政府的中央医院，就是各州属的大医院，也可以到那个区域的医院 district hospital， 甚至去 clinic 其他但也可以。这是按照政府的。然后在社区的话，就是像 Alive Pharmacy 这些已经有被 train 的导师，可以带实习药剂师的 PRP 的也可以去。然后还有就是工业那一边，他们也非常需要药剂师，他们也争取到这一个开放。然后还有我们的各大专院校academic 的 pharmacist 也是有。所以 Miss Rachel 真的是，我觉得第一个是你很有勇气啊，然后你提早创业嘛，然后我26岁的时候还在做什么？我还在等着那个实习药剂师过后的那个 posting。对。然后还在思考到底以后要做怎样的药剂师。因为我们在英国在第4年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拿到我们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那个 PLP 了。我们在第3年就已经申请了，他们就是那边就是 everything prepare planning 很 advanced 的，第3年就要申请你毕业了要去哪里。所以我们一毕业在
7月我们毕业，7月马上就做工了，完全没有 gap in between，马上 honeymoon 做工。呀 OK，呀，我也知道那时候2016年的时候，很多 pharmacy 的 graduate right，因为政府改政策，变成他们要等很久才拿到比平常还 placement。久，原本是等1年了，过后那个时候好像有最多还拖了2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 UK 毕业回来的，很帅，然后知道我的人就知道他是谁啦。他是等了很久都没有姻缘进那个 hospital， 到最后就刚好等到政府 announce 一个政策说可以开放去别的地方，他直接进 industrial training 了。对对，然后现在也是在事业上也是平步青云啊。对，很吃香一下。所以其实我觉得讲呢，我觉得政府这个政策是蛮好的。然后也间接的让各个社区药剂行受益因为之前从社区药剂行要聘请药剂师的时候，都会普遍遇到一个挑战吧，就是你要 train 一个比较 seasoned pharmacist 这样子that come out from hospital， 就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在医院工作的药剂师，然后他出来社区药剂行，你要把他当作新人这样在 train。因为 hospital pharmacist actually虽然我们在大学学的东西是一样啦，可是因为我们的 experience 的关系，不同 setting 来，在 community pharmacy 的 pharmacist 会懂得比较多其他的另类疗法 healthcare 这些 supplement， 可是 hospital 的 pharmacist 有讲过，他们对 supplement 一点知识还是 brand 都没有，对，都没有。所以其实大家都会在新年的时候看到，你是药剂师我问你一下。可是其实每一个药剂师都有不同的 background， 不同的背景，他们的工作岗位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 experience 是不一样的。所以请大家不要帮每个药剂师都是一样的，是会有分别的啦。可以帮你问一下朋友啦，这样子如果我们不会我们药剂师最厉害的就是查资料这样子，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工具书，然后现在也是因为药剂师这一个角色越来越多元化了除了刚才我们讲的那几个类型，其实还有更多类型的，还有 KOL pharmacist， 对 KOL 的，还是什么 digital healthcare 的等等等等或者说自己创业，就是自己有做自己的 brand 的，这样其实我们有看到各个教育平台，就是我们健康工作者教育平台就有特别做很多课程，就比如说 supplement 的也有特别。卖 supplement 公司也是有做这样的短课程，so that 已经懂了的，还有还没有懂的药剂师可以去上课考个认证，这样你未来去咨询他的时候，他就更有信心可以告诉你。这个我觉得好像对于 supplement 的部分，like UK、Australia 的 pharmacy 会比较like well trained， 在马来西亚其实是普遍比较。那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大家对 self care。就是什么自我照护没有意识，没有这样强。可是，在英国还是外国，我发觉到他们的 self care， 他们的 healthcare knowledge 是比较强的。当他们生病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要是什么。他们没有第一步就立刻说，我一定要看医生，要吃 antibiotic 这样子。可是，在马来西亚，很多人都是以前从小到大一生病去 clinic 看医生，可是在外国呢。生病了 OK， 我去 pharmacy 买药，真的是不一样的啦。对，或者也有一种人是，我先在家里看一下喝什么薄荷茶什么这样子。还有一些小病痛可以自己。还有一些有点不能接受，就是他们去那个神庙拿符水喝。我觉得他去 pharmacy 买一个那个 activated charcoal 就好，也是。Miss Rachel， 刚才你有讲你开第2间 outlet 在克拉纳加亚那一间就是2017年的时候，你开了一阵子过后，刚好那个时候你怀孕嘛，就生了第一胎，你就觉得说有一点 handle 不到了，兼顾不到，然后就关了那一间。后来的时候，你又再继续开第3间、第4间。When it's more stable 的时候，所以可以分享一下嘛？身为一个妈妈，你是怎样子去平衡这个事业跟家庭？我觉得这个平衡这个字是有很难做到的，就是什么？人家每次讲什么家庭与事业兼顾其实可能每次有人介绍我给朋友说讲这个是 Rachel， 她有3个孩子，她有3间 pharmacy， 全部都是3的。可是然后他们就这样介绍我，然后讲然后每次人家都会很羡慕的那个语气还有眼光讲，哇，你这样 handle everything 的。
可是其实behind the scene 没有人看到那个 chaotic scene。我想要听一下那个 behind the scene。没有在其实我的那个 Stellar Gelatin 是在2014年开，2017年我卖掉。OK。然后当我生了孩子过后啊，我才发觉到那时候在 confinement 嘛，然后你能够 finally 真的是静下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你的电话里面的 photo album 其实是全部都是 work related 的 document payment 啊 purchase item 嘛，然后你才知道I have spent like so much of my time actually on pharmacy 我的 first pharmacy baby，然后当你有孩子出来的时候，你就发觉到things have changed 啦，a lot of things is beyond 你的 control，你的 focus 你的 time has to spend some on 你的 child，if not 你带他来不可能就把他丢在一边的嘛，是不是？其实我有听过一些 pharmacist 就是应该比我大几岁啊，有时候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听到孩子在后面玩，他们说没有办法，因为找不到人帮忙顾这样子，所以那个连 baby cot 也进 pharmacy 里面。是讲到这个，其实我的 first baby，I think 很多妈妈应该是会觉得怎么这个人这样 short 的。我的 baby 在3个月的时候，我就带他去 pharmacy 做工，每天跟我一起去做工，从早上11点到晚上8点。他不会吵？他其实女儿，所以他会比较乖啦。当然我放他在一个 baby stroller，在那个 pharmacy counter，就是那个这样小的地方。他就在那边睡觉一整天，也没有什么摇篮还是什么。然后当顾客来的时候，我还很记得一个uncle，他要问我问题这个还是很大声，然后 baby 就哭了。所以吓到那个uncle。没有，是吓到 baby。然后然后就很多这样子的 occasion 啦。其实很多人就觉得 baby 都是在家里好好安安静静的睡觉，对，要很干净啊，不可以有外人啊，不可以有声音啊。是，可是他就是从3个月就是在 pharmacy 长大的。他 train 到很好，一个天塌下来应该。然后他很小的时候，他1岁会讲话，会跟人家有 interaction 的时候，他还是在 pharmacy，然后他就会在 counter 那边 hello welcome。他是你的财神。对啦，就是一个很像 icon 这样子啦。OK， 这样，那个是第1个女儿嘛，然后第2、第3胎的时候那个 feeling 这样子。第2胎的时候刚好我还是一样带她去 pharmacy， 就变成2位在 pharmacy。2位在 pharmacy。他们 gap 几岁啊？他们2016跟2019 3年咯。good gap。然后这样巧到他1岁的时候是 COVID， 所以那时候是肯定是不能带 baby 去pharmacy 啦。不能的啦。那时候这样多 virus，COVID 的 virus。你的 pharmacy 是那个把客人 block 在门外面的，还是没客人可以进来？我们可以给他们进来，可是我们自己是穿那个 face shield 难怪啦，因为有一些 pharmacy 他们就到最后摆一张桌子在门口，你要什么我进去帮你拿。是。对，所以你的还是有迎接客人啊。然后讲回那个2017年，我 make the decision to sell 掉那个 pharmacy，right？然后其实我在想，这样我还要不要 keep 这个 Kotak Commoning 呢？然后那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在想，如果今天我的孩子长大，问妈妈以前是做什么的？我讲妈妈以前是开 pharmacy 的，但为什么你关掉了？如果我跟我的女儿讲，我关掉全部的事业 ，just because 你的到来 ，then 我就想我们会 set 什么样的 example 给我的孩子？可是我想 the other way round， 我想要 set 一个 example 给他，就算今天你的到来。妈妈也是 try to adjust everything，to suit 你 ，and 她 still able to build 她的 career and 她的 pharmacy。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model for 我的孩子 to learn in the future 啦 ，is a good example。所以我还是一样 keep 着，让他知道不一定要为了家庭放弃到完你的事业。因为其实很多女性都是有这个 struggle， 又要 work， 又要 take care family， 又要 take care 孩子，是very 怎样讲呢？而且你做妈妈的时候是24 hours on call。早上做工，晚上回到家又再继续做工，有 second 的身份，要顾孩子。如果你现在是那个 baby 是 breastfeeding，你半夜又要起来，然后第2天又这样继续整个 routine， 其实是 very very tiring 的，for 妈妈啦，所以借此机会，女性一定要有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要完全放弃事业。这个也是啦，可是任何一个女性在什么鱼与熊掌，就是那个事业还有家庭兼顾的女性都应该给自己一个鼓励一下啦。对。你们是很 struggle，but then in the future， 你 setting 一个 very good example for 你的 child 啦。这样你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啊，你觉得是
有谁还是什么事情给你很大的支持，让你可以来又把孩子照顾好，然后又公司也可以照顾好这样子。当然你的另外一半要很 supportive，所以我的先生是 very supportive and 还有另外一个我一定要讲的就是我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就算我去 maternity 1个月、3个月，还是去 holiday right，everything will be still in good place 啊。他们是一个 reliable 的 team 啦，因为这个东西来3间 pharmacy， 就算一间你也不可能 one man show 的，everything 是 teamwork。没有团队的话，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呀。所以不要想你一个人可以只手什么遮天，是不可能的。也不用一个人扛到完全部事情啊，要合理分配。你要有 system， 要 train 他们 from beginning 啦。所以是因为团队有 system 的关系，有制度，才能够走到现在啦。不然我讲可以。其实我每天早上都是去早上吧，下午我就是孩子的 driver。对，我几乎每一次中午跟你讲，你说我要去接孩子啊，有什么孩子？因为我的孩子，其实我有想过要用 transporter，可是我的孩子他跟我讲，孩子是你的，你要自己照顾。是老大跟你讲的吗？是。他的万一你叫 transporter， 你的孩子有什么事情咩？哇！所以好像妈妈有很多他们的内疚啦，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像没有花时间跟孩子，所以因为其实我有3个女儿啦，所以下午过后我都是 work from home，and then 都是 try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他们。如果我 spend time with 他们，我都会put down我的 phone 啦，所以不会一直看着手机啦。你下午在家里有的 spend 跟他们 spend， 他意思就是说他们还是会看到我的存在，可是我 work from home 啦。还是看到我的存在。那很多家长都会来下午就安排满补习安亲班那些。他们还是很补习啦因为他们不想要去 daycare。也对。这你我要讲创办人，不能讲老板。因为你有很好的那个公司有很好的 system， 这样你就可以让你的 staff 帮你去 run 那个。你不是完全没有做东西，只是你把电脑搬回家。因为什么事情你还是可以看到店里面的监控，还是可以。所以因为家庭跟孩子的关系，所以我从 front end move 去 back end 啦。所以大概在应该是我第3个孩子出来的时候，就是2021年过后。我都是在 back end 比较多，所以很多 customer 以为我已经没有存在了。可是当我们做 anniversary， 他们看到我的时候，就很像见到老朋友啦，都是很开心的。对，我觉得应该是说，因为有孩子，所以他们教会了你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让系统帮你去经营事业而不是全部一定要亲力亲为。时间的安排也是要很好。对，时间的安排还要留时间给自己、给家人。而且其实是很 stressful 一下啦，所以你要懂得自己讲放松哦。要去做运动。OK， share 一些你的运动 routine tips。其实我每天早上5点半就起床来做运动，很紧哎。因为7点他们就要上课了。7点要到学校。7点要到学校，所以我唯一可以运动的时间就是 before 他们起来，所以我早上5点半就起来。除非是去 holiday 或者是 sick 或者是 anything 啦，我都是 try to 5点半起来做运动。这样你晚上几点休息呢？可能最迟都是11点最迟11点。OK， 我觉得你是刚好是在黄金睡眠时间去睡了，然后你又有运动，所以你 energy 应该会比较好。其实没有哦，到下午就已经 low battery 了，需要 nap 一下啦。其实这样是正常的啦，因为好像我们看一些中国的那个亲子综艺节目，他们中午是一定有 compulsory nap 的，他们说中午不睡觉对人体不好，所以人家吃饭时间也是比较长，1个小时半2个小时，他们办公室会关到完灯休息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热带的国家是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啦，所以我们不懂，我们其实是有一点 overwork 自己的身体的，因为中午是 break 一下是蛮好的。所以我觉得你的身体是很full of energy， 然后你也是有调整你的生活作息，调整得很好。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一直在很忙碌的、很 stress 的情况下来，当你那个 word 叫做 burnout， 当你 burnout 的时候 ，actually 你you are not efficient， 也不可以做很多东西。所以我也是学到不要太执着，放松一点。其实你退一步，可能是什么
退步海阔天空。海阔呀，所以look things at the bigger picture。就算你今天很 stress about something，right？So what the next thing what is next 这样子啦，你要 long term look for long term 啦，我觉得 Miss Rachel 这个忠告啊，这个 advice 是很适用于各行各业的啦，尤其是妈妈像 OK。像药剂师这样有 professional 的文凭的职业，还有像妈妈这样子没有文凭的角色。妈妈没有文凭，可是妈妈的工作非常非常的高呀，而且很多是 housewife，right？ 很多人会觉得，其实我知道很多妈妈 housewife 啊。Sorry 啊，我们就觉得有点离题了。很多 housewife 其实他们以前都是大学生，很 top 的。因为他们退下来 ，just because of 孩子。对。可是我真的是很 respect 这个妈妈。妈妈是一个专业的家庭工作者，不简单的行业。虽然说药剂师的行业不简单，可是我其实啦，做了药剂师再做妈妈，我觉得妈妈的行业其实更难。就这个行业更难。更加难。因为你不只是照顾他们吧，你还要讲解他们 for 他们的 future， 你还要 set good example。对，所以我们刚才就从这个职业的方面去谈，然后过后就谈到说这个身为一个妈妈的角色，所以其实我们这个频道也是想要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药剂师各种药剂师到底是做什么的。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在大学时期我也是有想，其实你身为一个女性，你有一个专业，就譬如药剂师的话。你未来的生活中，你能不能够继续在你自己的职业里面去 practice，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 Miss Rachel 今天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个很棒的分享，可以给 Miss Rachel 一个掌声。然后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有机会可以interview 更多不一样的 pharmacist， 然后不管是妈妈还是爸爸都非常欢迎这样子。惠慈你现在做的东西其实是很好，因为其实我问他为什么你要 start 这个 channel， 他说他要 educate public about 药剂的行业，about 药物所以刚才我们分享到药剂师有什么行业，这个是其中一个药剂师做的东西哦。对呀，这个还不是行业啦，它的 interest 的。因为药剂师很多时候其实在 educate public， 我们做的东西是在教育大家。对，让大家的眼睛明亮一点，然后可以更加懂得自己的健康，然后还可以看好自己在用什么药。然后如果你们更懂的话，还可以帮助身边的人，因为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我们是多元种族，然后我们的语系非常多。如果你去政府体系看病的话，很多时候你都会听到的是英文或者马来文，所以我们讲华语的就可能会比较吃亏一点，因为你在很紧张的情况底下，那个 nurse 跟你讲什么，你听了，然后你不是很明白，然后你又很紧张，很无助，所以在平常日子里面多了解、多认识，这样在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派得上用场，可以帮助自己，还有帮助家人。我可以补充多一个吗？因为最近有很多人在S 平台，最近有很多人在 S 平台买东西 ，and even 他们有很多假冒的pharmacy 的那个 account， 卖很多假冒的药物。我希望大家可以看清楚，跟 verified 的 seller 买 ，instead of 跟很多假冒的药剂店来买这些保健品，还有那些 Facebook 什么讲到很严重、很够力的。请问过药剂师或者是专业人士不实的消息，又或者说他 overclaim 就说你用这一个就可以治好那一个病这样子就是最好就是一定要保持怀疑的态度，然后见到一个实际的专业的健康工作者，像药剂师医生护士一定要向专业人士咨询confirm 才可以去，因为这些药物到最后是吃进你身体，用在你身上。千万不要因为便宜还是人家讲好，然后你就用。对，包括在巴沙马拉他们说什么吃了膝盖会不痛啦，那个尽量不要啦。所以我们其实过后会做一集，就是讲怎样子去辨别这个真药假药，然后有 registered 没有 registered 的药，所以大家就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然后我们下一集再见。OK， 拜拜。拜拜。